入鞘间，杀气荡，风起五岳的战场。千军万马而渡神窗，一身是胆好儿。但是这你的笑活着怎没人来人唱，这人欺人心命是胭脂糖。待二人出了城门，便见到摇晃的军队已经行驶出去了老远。上官子马鞭一挥，马儿吃痛，也更加卖力地跑着。太祖父，爷娘！白青青大喊了一声。待他们赶上时，白青青从马背上跳了下来，直接扑进姚氏怀里。娘！乖女。杨晃没想到他这般偷偷摸摸的，他外孙女还是知道了。白振觉见自己的女儿赶过来，也是别过了头。只有姚氏抱着白青青哭了出来。孩子，快回去！姚氏清楚自己作为先锋，绝不能贪恋此时，会给将士带来消极的心理。他狠心推开白青青，差点把白青青推到地上。上官慈赶紧上前护住白青青，蹙着眉头看着姚氏。娘！此时白青青已哭得泪眼模糊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回去！姚氏抽了腰间的鞭子，抽打到地上，扬起一阵尘土。他望着上官慈，咬紧牙关说道：上官慈，若是我回来得知你对我女儿不好，我定将你这颗脑袋拧下来粗去，带她回去。他可怜的女儿嫁了一个宦官，而自己却不能在他身边保护着她。娘！白青青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在上官慈怀里抽噎着。回去吧。姚氏长鞭一挥，毅然转身，大喊一声：亲！娘！白青青被上官慈紧紧地锁在怀里，只能看着姚氏与他爹爹和祖父带着将士们离去。他们会尽早回来。上官慈替白青青擦着泪珠，柔声道：天寒，我们回吧。会回来吗？他怕万一战事起，怕他们不会再回来了。会。上官慈将身上的披风解下来，给他披上。我们回吧。好。自那日姚氏他们离去后，白青青便病倒了，断断续续将近1月有余，直到入冬才好转了起来。姑娘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！下雪了，你慢点儿。是，地上都铺了一层了。小丫头站在白青青身边，像是年画里的娃娃一般。白青青见她，按照这边算的话，小丫头再过5、6年就要出嫁了，也快是个大姑娘了。只是，望宁最近可老喜欢往上官慈的书房跑。一出门，扑面而来的凉气让她打了个哆嗦。望宁从后面走过来说道：这雪真漂亮。白青青侧过头看了看，没说什么。此时上官慈迎面而来，见她站在雪里，蹙着眉头快步走来，将她带进屋子。这么冷的天，还在外面做甚？可到了屋里，却也不觉得暖和。他过去一看，盆里的炭火都快过了。上官慈回头看着望宁，黑了脸。可白青青的下人，他也不好出面斥责，以免伤了他的面子，便对白青青说道：你自己的下人，也该好好管教一番了。我知道了。白青青看着快烧过的炭，不觉目光沉了沉。望宁在一旁完全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反而在上官慈身上望了望。今日下了雪，想必明日定然会冷一些，你多注意身子。扶着他坐到软榻上，上官慈看了看，又说道：今日少卿与本座说，渡口那边来了几个蓝眼睛的外乡人，他们带了许多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，到时候本座命人去买一些，给你把玩。蓝眼睛？白青青来了兴趣，难道是外国人？模样与轩辕人差距太大，许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是妖怪。上官慈又看了一眼炭火盆，里面的眼看着就烧没了。白青青扯了扯上官慈的袖子：大人，玄霜那边可有来信？这丫头也是，待在兖州那么久也不回来。前2天来的消息，本座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他近日都好，你给他的那个什么图纸也都安排上了，说等过2月便回来。上官慈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炭火，蹙着眉头想了想，说道：明日我让牙婆带几个丫头来伺候着吧。你这玄霜不在，总得有个冲用的人在。好。不知为什么，白青青答应了。对于望宁，他总有一种不大好的感觉。炭火熄灭，屋里也逐渐凉了起来。上官慈摸到白青青泛凉的小手，忍不住怒斥望宁：炭火盆空了，你见不到吗？这双眼睛是给你用来喘气儿的吗？望宁被上官慈吓得一激灵，忙说道：是。
然后就跑出去天探，期间手一抖还掉到地上，这一举动更让上官慈不满了。大人，您刚才说的渡口来的蓝眼睛的人，能带我去瞧瞧吗？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蓝眼睛的人呢，还想去看看是不是外国人。今日晚了，就先歇息吧，明日本座带你去，很好。上官慈哄着他，却见白青青嘟起嘴巴，只好无奈地答应了。上官慈见自己身上套的衣裳，有些惊讶。这是那些线团？他没想到一些线团竟然也能成为一件衣裳，虽然这款式有些奇怪，可摸上去还是挺舒服的。是啊，白青青给他拉了拉衣摆，打量了一番，活生生就是一个美男子嘛。现在还不是特别冷，大人也不愿穿棉衣，所以才做了这个给大人，比较轻便。大人要觉得合身，我再织几套给你。他将毛裤拿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喏，这是裤子，大人明日也穿上吧。”屋里的炉子已经用上了，确实比单单烧炭要暖和一些。上官慈穿着这一身毛衣，热得有些出汗。他瞧着白青青娇艳的脸颊，下意识吞了一口口水。白青青一回头，便瞧见他眼里好像存了一团火似的，单单是目光便让他觉得发烫了。他赶紧别过头，将东西收拾一番，说道：“大人，也不早了，歇息吧。”好。上官慈去熄了灯，转身就将白青青抱上床。一夜已拟，白青青昏睡过去之前，还在小声说道：“大人，明日上朝记得穿上毛衣毛裤，还有斗篷，也给大人做好了。”好。上官慈将他抱得紧紧的，心里开始融化了，一股暖意充斥在心里，更是忍不住疼他一番。第二日，上官慈起来的时候，白青青还在睡着。他将白青青做好的毛衣毛裤穿上，又看看斗篷，最后还是给自己披上了。上官慈头一次披着斗篷上朝，一时间，整座朝堂上的文武百官的视线都定在他身上。见同僚都看着他，上官慈也无动于衷。上官爱卿，你很冷吗？他还是头一次见上官慈穿这么厚的斗篷，难道是生病了？近日化雪，满朝的大臣们一个个都冻得哆嗦，就连他都是强撑着面子镇定，实际上冻得腿都在打哆嗦了。而上官慈此时却有点冒汗。回皇上，臣不冷。他拱手道：“此乃内子心血，臣不舍。”他这话一出，让在场的大臣纷纷将目光移到白江和姚家大爷以及姚家三爷的身上，露出可怜的眼神来。一旁大理寺少卿打趣道：“外界传言说上官大人与白大人家的孙女不和，看来并不尽然呐。瞧着做工，定然是费了心血的，也难怪上官大人舍不得放起来。呵呵，哎呀，白大人就没这个好福气了。”安国公嗤之以鼻，他还记恨着上官慈与白青青将他女儿给打了这件事。看来姚大人也没这个福气了呀，果然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了。言外之意就是白青青忘本，只顾着上官慈。姚家几位爷斜睨了一眼安国公，说道：“安国公若是羡慕，大可将闺女给嫁了。能穿着这样一件斗篷来上朝，他们也敬佩上官慈是条汉子，因为他们都不敢穿。安国公家的女儿比白青青要大很多，却至今都没能嫁出去，这也是安国公一家子的心病。”哼！安国公冷哼了一声：“老夫可没得白大人家那样的好孩子嫁给上官大人。”安国公讥笑，言外之意满满的讽刺。确实。一直不讲话的上官慈却笑了：“安国公的女儿，本座也不敢要。本座内子也不是安国公家的女娃娃可比的。”朝堂上一下子炸开了锅，他们觉得上官慈说这句话可是将白家、姚家还有安国公都恶心了一遍。姚家倒是脸皮厚无所谓，
这白江的老脸可就挂不住了。虽然也是他自己把孙女送进去的，可当时也只是想借这个孙女扳倒上官慈，谁知道不但没成功，反而还让上官慈跟姚家走得近了。行了，一大早上的正事没说几件，就在这里吵来吵去的，朕的脑子里都是你们嗡嗡嗡的声音，烦不烦呀？皇上看不下去了，怒斥了一声，看了看上官慈说道：你也是，知道上朝还成这样，人家都冻着呢，就你自个儿穿的暖和，这不是诚心气人吗？上官慈淡淡的看了一眼皇上，慢吞吞的说道：臣体弱，怕冷。呸！在场的大臣恨不得一口痰吐他脸上，就他还体弱。皇上听了这话都忍不住给他翻个白眼，拍了拍桌案说道：有事起奏，无事就退了吧。他实在是太冷了，都在打战。皇上见没人说话，索性说了一句：退朝。然后赶紧就走了。大臣们也是冻得直哆嗦，个个行礼后全退下。出了大殿，姚家几位爷便靠向上官慈，替耳语他说道：上官慈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动我家乖女，老子跟你拼命。哼，待父亲这次归来，定会奏明圣上，让青儿与你和离。姚家二爷凑到上官慈右耳边说道：哼，你最好是老实些。姚家三爷在上官慈身后盯着那病地脸有些出神，他想他家乖女何时刺绣都绣得这么美了？果然还是上官慈高攀了的。上官慈被他三人夹在中间，面色上也露出一丝尴尬之色。三个糙汉子围着他，还贴在耳边碎语，怎么看都很不好。他一直就好奇，若是他们知道自己与他们乖女有了夫妻之时，会是什么表情？可为了白青青的名声，他也不能说出来，毕竟世人眼中他就是一个宦官，若是自己说了，那别人会怎么看白青青啊？没有和离，休书也没有。上官慈快速几步与三人拉开一些距离，姚家三位爷看上官慈跑开，又撵上去，上官慈又加快脚步，几个人就这样你追我赶的出了宫门，一路上惹了不少人观看。他们一路上追着上官慈进了家门，上官慈忍无可忍了，本座到家了。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说完这句话，可姚家那几位爷却丝毫都不在乎。到呗，我们正好去看看我们家乖女，怎么不能进呢？话音刚落，姚家大爷就坐在地上望着上官慈，一副你看着办的模样。好歹这几个都是白青青的舅舅，上官慈也不好将他们踹出去。深呼吸一口气，笑着说道：那便进来吃个便饭再走吧。操，这样不就好了？姚家大爷从地上起来，兄弟几个大摇大摆的进去了。三位舅舅，他来的比较急，进了厅里都是气喘吁吁的。上官慈过去扶着他坐下，带着责备之意：怎地也不带个下人？白青青一愣，望宁又见不着人，新买来的两个年纪又小，天又冷，他也不忍心让他们出来。玄霜在替他织围巾，于是他就自己来了。没事的，就这么几步路而已。姚家几位爷瞧着白青青的模样愈发红润，倒像是个小媳妇儿的模样，给吓了一跳。可他们见上官慈对他也算是好的了，心里又不舒服了。青儿，最近天冷了，你身子可好？一切都好，几位舅舅舅娘，外祖母可还好？还有外祖父与我爹娘，好些日子都没来消息了，他们可还好？姚家大爷面色动容，随后笑着说道：哈哈，没事没事，都好着呢，好着呢。他暗地里手却握成了拳头。都好着呢，好着呢。他暗地里手却握成了拳头，因为上官慈挡着，白青青也没看清他的表情。那便在这吃了晚饭再走吧，正好我也有样东西想给外祖母，劳烦几位舅舅帮忙捎带一下。好嘞，你看要带什么，一会儿给我们拿着就行。姚家二爷爽快地答应了，随后说道：不知道我们的乖女要给我们吃什么呀？白青青笑了笑：今日无聊，我呢研究了一样东西，正好几位舅舅来，我们尝尝。他是让人做了鸳鸯锅，反正冬天没事儿，他也不用上班又不干活，就光琢磨吃了。我去让人端过来，几位舅舅先歇着。他起来就要出去，却被上官慈给摁下。府里的下人呢？雨天路滑，你去，摔着怎么办？看上官慈紧张的模样，白青青红了小脸，小声说道：我没事的。上官慈没说话，看了他一会儿。玄霜不是回来了吗？怎么不跟着你？玄霜在帮我弄东西呢。他起来悄悄地后退了几步，笑着说道：你们在这儿等着吧，我去让人将东西都搬过来，还要调一些酱料呢。说完冲姚家几位爷点了点头，出去了。几位舅舅都尝一尝，这是新鲜的羊肉。他夹了一片，在沸腾的锅子里涮了几秒，拿出来时肉已经熟了。这锅子温度高，烫一会儿就好了，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不然肉老了口感就不好了。几人看了看，纷纷动起筷子，照着白青青说的去做。这味道不错，有时淡了些，若是再来点辣子，那就更美味了。乖女啊，你这小脑袋是怎么研究出来这么个东西的呀？白青青看了看上官慈，笑着说道：舅舅若是喜欢，我让人给您送几个锅过去，再改改，做成阴阳面的，一面放清汤，一面放辣子不就好了？他之所以没有做鸳鸯锅，是想着他和上官慈都不喜辣，
就没做。姚家三位爷真的是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相比姚家的三位爷，上官慈吃饭就文静多了。白青青替他涮了些肉，又舀了几个鱼丸，放到肉酱里给他蘸了一番。大人，您尝尝。上官慈会心一笑，在他坐下的一刹那，伸出手握住他的小手。白青青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翘起。看着面前三人吃得起劲，上官慈又让下人去抬了几坛酒过来。这三个人一见酒，瞬间夸了一番上官慈。上官慈也觉得，或许他可以贿赂一番姚家人。他心里这么打算着，也想出了一系列的计划。当夜派人送姚家三位爷回去的时候，又给他们带了几坛好酒，还带了许多蜜饯点心回去，装了整整一马车。白青青在门口看着他三个舅舅搂着上官慈，拍着他后背，嘴里喊着兄弟，瞠目结舌。上官慈却面带微笑，将他们三人送上马车，再让玉少卿跟着去。看着马车走了，上官慈笑着走到他旁边，环住他的肩膀。走吧。你们都说了什么？你不会让玉少卿把我几个舅舅给灭口吧？你和姚家平日里可是水火不容，怎么今日偏心情这般好，也挑了那么多东西，还让人给他们送回去？本座想了一番，本座与姚家并无仇怨，再加上现在你是我的人，我与姚家或许也可以礼尚往来一番。说白了，他是想讨好姚家一番，省得他们日日想着小丫头跟自己和离。听了上官慈这话，白青青心里微喜，随即又担心了起来。大人若是如此明目张胆的与我外祖家交好，岂不是会落人把柄？上官慈之所以能像现在这般逍遥，一是因为他这个宦官的身份，二是因为他属于皇上，不与任何官宦世家有牵扯。可一旦他与姚家交好，那一定会更加成为别人的眼中钉。本座娶了你，就算不与姚家交好，他们眼里我跟姚家如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与其让他们胡乱猜想，不如随了他们的意，好让他们悬着的心早早落地。白青青白了他一眼，在他腰上的软肉上掐了一把，看他倒吸一口凉气，说道：我在与你说正经的，你在说些什么？这人感觉他越来越不正经了，与一开始那个冷冰块相比，变得太坏，蔫坏蔫坏的。他掐这一下也没用力，只是上官慈故意装作疼的模样，骗他给自己揉揉。二人回到房里，见到玄霜还是专心的在那儿摆弄那些线团。上官慈咳嗽了一声，让玄霜回过神来，过来行礼。外面天都黑了。玄霜没明白，只应了一声。上官慈见他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不悦地蹙起眉头。你该滚了。爷，我滚了。姑娘，我明个再来。上官慈挑眉看了一眼玄霜的背影，冷哼一声。明个儿要他滚回兖州去。白天黏着就算了，晚上还想黏着？你对他那么凶做什么？白青青觉得好笑，他又突然想起给外祖母的开身忘了。哎呀一声，上官慈还以为他碰到哪儿了，几步便来到他身旁，紧张地看着他的手。没有伤着。也不知道是怎的，上官慈对他开始小心翼翼起来，从最初的正眼都不会瞧他，到现在处处紧张，这让白青青很不适应。我没事。白青青红着脸抽出小手，光顾着看你灌醉我三个舅舅了，给外祖母织的衣裳都忘记带了。都怪你。上官慈也是无辜，却成功接盘。本座的错，正好明日要下人送些东西过去，不如本座陪你回一趟姚家。明日大人不用上朝吗？明日休沐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大人就陪我回一趟姚家吧。啊，还有，他拉起上官慈的袖子晃了晃。玄霜在跟着我学织毛衣，你就不要让他回兖州了，不然我娘家里那么些个舅舅、舅娘、表哥，我一个人不得累死呀。一张樱桃小口，一张一合的说着话，上官慈望着出神了，突然转过身，左手握拳抵在嘴边，红了脸。真可爱。大人。白青青看他转身，还以为自己说错什么话了。姚家缺的是锅碗瓢盆吗？小笨蛋。一说起这个，他就想起来上官慈跟他回门的时候给白家带的东西，咳嗽了一声。那这次就带点锅碗瓢盆的，别带白菜鸡鸭了。他这次可是回姚家，他脸上可挂不住的。上官慈一怔，回头看着他，好半晌才直言：姚家缺的是钱。他刮了刮白青青的鼻子。可是送钱不好吧？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贿赂我外祖父吗？不行，若是被别人知道，他们肯定又会给我外祖父穿小鞋了。白青青连忙摆手拒绝。上官慈内心叹了一声，觉得他这个小媳妇儿脑子也不是一直很好使的。银子倒是不必了，别的东西还是要的。他总得拿点像样的东西去吧。那大人想带着什么？不管带什么，都明日再说。今夜先歇着吧。他看着白青青的目光好似一团火，白青青与他对视后立马侧过脸来。二人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自然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。
就这么半推半就就被上官慈带到床上。世人都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上官慈直到遇见白青青，才真的懂得这话的意思。从前他从未想过男女之情这方面的事情，如今他身体是越来越好了。想到这儿，上官慈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，他逐渐觉得有些痛苦。大人，娇嫩的声音唤着他，却让他感到一丝罪恶。洛神医和他说，某些方面虽然逐渐的好了起来，可子嗣方面，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希望。这小丫头是喜欢孩子的吧？一时间，他觉得自己像是个鬼怪，玷污了眼前的人。大人，他感受到什么东西砸在自己脸上，湿热的像是泪水。你怎么了？他慌了起来。若是上官慈哭了，那是为了什么呀？你恨本座吗？像你这般的女子，本该嫁一个好人家，相夫教子，夫妻琴瑟和鸣。他起身坐了起来，伸手扶住额角。白青青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他想了想，自己初来到这个世界，第一眼见的人便是他了，或者那就叫做一见钟情，尽管上官慈不钟情于自己。他起身凑到上官慈身边问：大人，您能告诉我，你突然这般是为何吗？他抬手握住上官慈的手臂，却察觉到上官慈一躲。你给我过来！他呵斥了一声，上官慈赶紧把手送了过来。他抱上去问：为何会突然这般？本座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万一自己说了，这小丫头就要走呢？他不知道，就算是他不行的时候，白青青都没有过离开的想法。他与他在一起，为的又不是他那个工具。而白青青的声音也冷了下来，说：洛神医说，本座的身子虽逐渐好转，可日后子嗣，这也是希望渺茫。青青，你恨本座吗？恨你啊？我为何要恨你啊？他靠上上官慈的手臂。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喜欢你这张脸。可后来我发现，可能我对你就是人家嘴里的一见钟情吧。我欢喜大人，与大人的身子无关，更与他无关。他说着，伸手戳了戳口中的那个他。对于白青青说出来的话，上官慈心里是感激的。他虽然位高权重，可他心里也清楚，世人皆是瞧不起他的，只因都觉得他身子残缺，哪怕明面上对他毕恭毕敬，可背地里骂他的却还是那句死太监。白青青的出现是他昏暗的生活里的一道光。和白青青相处久了，他愈发觉得这个小丫头就该是自己的。随着日子流逝，白青青看起来愈发的明艳动人，这让上官慈心里很不舒服。并非他不喜欢美貌，而是他怕有一天白青青长大，会清楚他这个宦官的身份意味着什么。到那时，小丫头会恨透了他的。若是他原本想说，若是哪日他后悔了，自己愿意放他走，可话到嘴边就没有那么容易说出去了。感受着怀中的娇躯，他又怎么舍得将人往外推呢？若是你敢背着本座与他人私会，本座定扒了你的皮。话语虽然很烈，却也表露出他舍不得白青青的这份心意。白青青哼哼了几声。你从前我不管，我管不着，可如今你我成了夫妻。他说到这儿，脸都烫起来了，模样也开始扭捏。就不能再找其他的女人了，否则我就给她剁掉。不能再找其他的女人了，否则我就给她剁掉。热了吗？他觉得有些烫手。上官慈也是忍耐的心腹，直接将他扑倒，继续没有做完的事情。就在心动了手。一夜旖旎，二人十指紧扣，入了梦乡。第二日，上官慈早早的便起来，找了管家安排给姚家要带的东西。他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才去叫白青青起来。等白青青收拾整齐出来时，就见到府门口有3辆马车。他疑惑地看着上官慈，都不是些值钱的东西，走吧。他将白青青抱上马车，给他拿出藏在暗格里的毯子盖上。往后天就更冷了，你少出来走动，以免被冻着。
好。妹妹，几位兄长近日来可安好？哥哥的体格子呀，好着呢。他们看了白青青满是欢喜，可见了后面的上官慈，那脸立刻就垮了，与其打着招呼。上官大人。上官慈上前挡在了白青青的身前，神色冷淡，让人望而却步。里面请，上官大人。还是姚家大爷的公子姚静最先反应过来，将人给请了进去。到了前厅，姚家的长辈全员出动，将厅里坐得满满当当，一齐盯着上官慈看，直到下人将上官慈送的明细端上来，在大娘子耳边低语：“大娘子，这东西可都是贵重的呀。”大娘子一听，扫了一眼上官慈后，她只道了一声知道了。要知道，就上官慈这般的人物，突然来和他们送这么些个东西来，难道是有事相求？上官慈这一举动更是让姚家人有些害怕，都知道上官慈可是出了名的铁公鸡。上官大人今日带了这么些个东西来这里，是？听着大娘子的问话，上官慈笑着说道：“本座与青儿结为连理，也没有怎么来过，如今今日暂时正式登门拜访。”你！上官慈说的话差点把姚家三爷的夫人给气得摔茶盏，他咬牙切齿地看着上官慈，心里咒骂：“死太监，死了吧！”心里一边骂一边心疼地看着白青青，他家闺女真是受苦了。白青青也注意到三娘子同情的目光，有点尴尬。几位舅娘，大人是觉得我与他成婚这么久以来都没有好好来拜访过，心里有些歉意，所以今日特地带了这些东西来拜访的。他说完，给了上官慈一个眼神，对方看到他的眼神后，立刻说道：“是这个意思。”看他几位舅娘不再说什么，白青青的心就落了下来。他让玄霜去拿了给何氏做好的开山，说是有礼物要送给何氏，几位儿媳妇便高兴地带着白青青去见何氏了。上官慈就像个隐形人一般跟在身后。青儿好想外祖母。何氏见白青青过来，难得的笑了笑，他拍着白青青的后背，看了一眼上官慈，点了点头，当作是彼此之间的礼仪。何氏见搬进来一个铁疙瘩，疑惑地看着白青青。白青青笑着说道：“这是炉子，用来取暖的。天儿太冷了，所以大人便琢磨出了这个东西来给妻儿取暖。”他嫣然一笑，面若桃花，望向上官慈与他对视的那一刹那，对方瞳孔中只倒映出了他一人的模样。何氏看了一眼上官慈，一双眼里带着不明的情愫。他瞧着上官慈望着他家的乖女儿，心里感叹了一声。曾几何时，他与姚将军也是这般的。他打量着上官慈，若是这人是个身子完整的人，或许也算得上是良配，可他始终都是个不完整的，他不能让自己家的乖女儿受这个罪。何氏看着白青青，一举一动看起来稳重多了，更有种以为人妇的模样。到时再给几位舅娘、表哥房里添上这个东西，也能过得暖暖的了。他下意识向上官慈身边一靠，对方很自觉地将他揽过去，让姚家在场的人都张大了嘴巴。他们盯着上官慈的手，恨不得上去给他剁下来。何氏假意咳嗽了一声，提醒着自己的几个儿媳妇，别一会儿冲上去跟上官慈打起来。既然今儿个回来了，就留下吃个便饭吧。上官大人也留下吧。他想着上官慈应该会拒绝的吧，没成想上官慈一口就答应了。白青青跟何氏腻歪了一番，随后便带着上官慈回到自己父母的院里歇着。上官慈打量了一番，院里的红梅开得正艳，白青青站在一旁，像极了画中的人。他伸手摘了一朵红梅，悄悄地放在袖子里。上官慈见此，走到他身边，又摘了一朵，给他戴在发间。他发现小丫头年纪虽小，却衬得起这鲜艳的红色，之后还是多给她做几套红色的衣裳才好，至少能够赏心悦目。大人今日觉得心情如何？他还想着昨日上官慈情绪崩溃，怕他心情不好。这个人平日里沉默寡言，又极其不爱表达，真怕他憋着憋着把自己给憋坏了。正好。小丫头在担忧自己，她很欢喜。大人觉得这里的红梅可美？白青青抚着眉枝。我阿娘年轻时性子烈，脾气不好，就这么一点爱好。我爹爹为了追求我娘，学会了一手养梅的好手艺呢。他笑着折了一枝递给上官慈。那之后，每年梅花开的季节，我爹爹总会在别院约着我娘赏梅。一年又一年，我阿娘那个倔脾气，最后也向我爹爹低头了。旁人都说我娘凶悍，我爹爹惧内。可大人也清楚的吧？我爹爹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性子，却唯独对我娘服软示弱。他望着上官慈，心里也有些忍不住的激动，因为他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。大人，这个故事可还满意？他盯着上官慈，满眼都是喜悦。满意。他笑了，上前握住白青青的手。许多皇子都已按耐不住了，他不清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总归在皇上还在的这些年，他要考虑好以后。看着眼前的妙人，他更有这种感觉。
万一突然事变，他该如何呢？他是轩辕国第一大宦官，手握重权，新帝登基定然是不会放过他的。纵使他没有策反之心，可难免新君不会这么以为。想到这儿，上官慈不自觉地蹙起眉头，面露忧愁之色。大人，可是身体不舒服。白青青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刚问完就听下人来报。姑娘，老夫人说你与上官大人晚点再过去，二皇子来了。二皇子？白青青与上官慈对视一眼，他来做甚？奴才不知，只是老夫人说要二位晚点过去。好，大人，你说这慕容涵来姚家做什么？不清楚，不过二皇子一直想要让姚将军支持于他，想必他此次前来也是为了这个吧。支持他？白青青突然想起那日慕容涵是怎样对他的，忍不住嫌恶起来。再过2年多，他就要去封地了，怎么还想这股子上？上官慈瞧他炸毛，拍了拍他的头，像是在给宠物顺毛一样。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，可是世人心中所想，哪能那么容易就放弃啊？本座不知道该如何，可你可以告诉本尊。他不知白家为何瞧不上白振觉，导致白振觉成了世人嘴里的倒插门。可他清楚，白振觉是一个用兵奇才，否则也不会与姚老将军一起征战沙场了。他更晓得，这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书生，曾经使了一计，仅仅3天就灭了敌人的一座城，坑杀了数万敌人。就连他上官慈都不敢保证，说自己做得出来这么狠绝的事情。只要大人不乱来，青青都能忍得了。他深情地望着上官慈，心里却哼哼：你要是敢乱来，那咱们俩就看谁绿过谁。有你一个就够头疼的了。他拍了拍白青青的脑袋，打量了一番，好像长高了。比起刚娶进门那会儿，无论是身高还是别的地方都长了不少。上官慈感觉深感欣慰，毕竟是自己喂起来的嘛，总归不会高过大人去。他握住上官慈的手，我与大人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之间不需要有隐瞒的，对吗？他注意到上官慈的目光一颤，又接着说道：青青累了，大人便是青青的港湾，同样的，若是大人累了，青青也会成为大人的港湾，你我二人便是一体的。他知道白青青是想要他放心，可如今这局势哪里是他想放心便能放心的。皇上年岁已高，虽已立储，可太子平庸无所作为，他也只是被赐了封地，还没去呢。再者，二皇子确实比太子更加让人满意。贤明在外，若是太子被废，最有可能性的就是二皇子。白青青听到这话，突然抬头看着上官慈：大人呢？大人也想吗？什么？上官慈猛地垂眼望着白青青：小丫头，你说什么？他瞧着白青青一脸认真，心里有些发慌。没什么。白青青笑了，靠近他怀里：无论今后大人想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他在小说里看到，每个权力大的太监都有一个做皇帝的梦，不知这个梦上官慈是否也有。可是想想皇上都是3宫6院，他又不开心了。上官慈瞧他脸上的神色反复变化，有些奇怪。本座无心皇位。如今他手握重权，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，又何必在意皇位那种东西？再者，他是恨透了那个位置的。皇位有什么好的？娶那么多媳妇儿，还得好吃好喝的养着他们，多浪费钱呀！他笑嘻嘻地环抱住上官慈的腰，呵呵，大人的腰手感真好。他缓缓划过他的后背，勾勒出完美的曲线。小东西。上官慈又气又笑地抓住他的手，在他耳边咬牙：知不知羞？大白天摸你夫君的腰啊！知不知羞？大白天摸你夫君的腰啊！他嘴上这么说，暗地里却将手伸进白青青的斗篷，揉搓着她纤细的腰肢。二人相互揩油着对方，谁也没说什么。直到下人来通禀说二皇子走了，何事让他们去吃饭，他们才松开彼此，前去正厅。拜祖母，几位舅娘，表哥们。他一进门便挨个打招呼，看了一眼，几个舅舅都不在，也不知去了哪儿。舅舅们呢？他这一问不要紧，上官慈目光却开始躲闪起来了。只听何氏说道：你这丫头都呆糊涂了不成？今日你几个舅舅上朝去，还没回来呢。啊！白青青一愣，瞪大眼睛看着上官慈，只见对方站得笔直，丝毫没有被戳穿的尴尬。他不闻府外事，就连上官慈上朝的日子也不记得。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上官慈会忽悠他。青青年幼，自然不会理会这些琐事。他说完这话，让姚家的儿媳妇们在心里鄙视了他一番。知道我们乖女儿年幼，还敢强娶，真是不要脸。好了，落座吧。
何氏原本打算让上官慈上座的，谁知道他竟然随着白青青坐在了小贝的位置。何氏与其他人对视一眼，谁也没有说话。旁边的白青青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：“外祖母，二皇子来家里做什么？”何氏点头，就听他几个表哥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起来。祖父在外征战，二皇子美名其曰是来拜访，实则是来打探姚家的动向。对，就算他被封王，可还有2年呢，这2年内他怎么会甘心？他说的那几句话，这字里行间的意思呀，都是想让姚家支持他。几个表哥说完，白青青脸色沉了下去。支持慕容涵？他不敢说姚家会支持，保不齐会架不住二皇子施压。青儿，看他不说话，离他最近的姚宁喊了他几声。想什么呢？姚宁这一举动被上官慈看在眼中，他暗戳戳的告诉自己，那是白青青的表哥，不是外人。没什么。夫人，二皇子又来了。什么？他来做什么？二皇子说他的玉佩好似丢在这里了，来寻一寻。下人话音刚落，便听到慕容涵的声音响了起来。老夫人，本皇子的玉佩似乎是落下了，过来寻一寻。慕容涵刚出了姚府，便听门房说上官慈今儿个带了好些东西来府上，若不是上官慈，他也不至于被封王，几乎是断绝了他的前路。他倒要看看上官慈来这儿是想做甚。哟，上官大人也在啊。慕容涵装作意外地问，目光最终落在白青青的身上。数月不见，她出落得更加美艳了。上官慈上前一步，挡在白青青的身前，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行礼了。本座携内子来看看他外祖母。原来如此。慕容涵笑了，又对何氏说道：“不知老夫人可否派人与本皇子搜索一番呀？”何氏看向大儿媳，冲他点头：“去吧，让府里的人都给寻寻。”是娘。不知道二皇子的玉佩为何模样？啊，一块紫玉，雕成了一根翠竹。臣妇明白。说完一挥手，带着下人去找了。韩心中有愧，平白烦扰了老夫人用饭，不如这样，为了表示韩的歉意，请诸位公子与本皇子府上一叙。慕容涵上前一步拱手道，何氏摆了摆手：“二皇子言重了，本该如此，何须愧疚？让他姚家的子孙去他府上，真的是怕别人嘴里的闲话不够多吗？”见何氏拒绝，慕容涵没再强求，他静静地打量起上官慈，只见对方视若无物，压根没将他放在眼中。二殿下，先随老身去前院歇着吧，等他们找到了，便给二皇子送来。说着，何氏起身：“外祖母。”白青青上前担忧地看着他：“青儿啊，今儿个府上有事儿，你与上官大人先回吧，来日外祖母也去你家串门。”何氏也知晓慕容涵曾经对白青青做过什么，再加上他方才看白青青的眼神，让何氏有些担忧。他家乖女儿的模样是越来越美，难免会遭人惦记。比起慕容涵，何氏更偏向上官慈，至少上官慈很烈，是很在明面上的。对于慕容涵这种笑面虎，何氏不喜。白青青见到几位表哥在给他使眼色，立马就答应了：“外祖母，那您老人家要注意身体，有时间了就来府中坐坐，我派人来接你。”他抬着头，鼻子有些发酸地看着何氏：“好，好。”何氏拍了拍他的手，又看向上官慈：“带回去吧，天冷了，青儿身子骨弱，就让他少出来吧。你是他夫君，就该多上点心。”是。上官慈低头冲何氏行了个礼：“晚辈会好好照顾青青的。”他低头，只因为何氏是白青青的外祖母，论理他是该行礼的，这也算是他上官慈对白青青的尊重，对姚家的尊重。快去吧。何氏将白青青的手放到上官慈的手里：“回吧。”白青青吸了吸鼻子，靠向上官慈，面色有些难过。他看了一眼慕容涵，暗自握紧了拳头。要不是这个瘟神，他也不会连顿饭都吃不上就回去了。老板，二皇子告辞。慕容涵倒是看了几眼白青青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个弧度。老夫人这外孙女倒是天真烂漫呀。慕容涵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让姚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日后若是想要出来，要玄霜跟着。啊？为何呀？玄霜功夫好，离慕容涵远点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不想离他近，恶心。上官慈一听这话就笑了。是恶心。尤其是他看小丫头的眼神，若是换了别人，他定会要她狗命。二人回到府里，简单的吃了些饭菜，便歇息了。徐双，你替我找几个人吧。找人？什么人？姑娘要做什么？找几个手巧的女人，要他们过来给我做一批棉衣出来。姑娘做棉衣做甚？今年蝗灾，皇上拨款备节，如今又入冬了。大人说我外祖父走的时候，皇上也没有多余的粮草，想必过冬的物资也没有多少的。你到铺子里去找孙爷拿钱，找人给我做一批棉衣，给我外祖父送过去。好。
傍晚，上官慈派人来传话，说他会晚些回来，让白青青先吃饭，不用等他。白青青托人带了话，就让玄霜叫了玄清与望宁来吃饭。玄清一早就来了，大约过了1刻钟的时间，望宁才跑了过来，笑着跟白青青说道：“姑娘，我来晚了。”玄霜自然是不高兴的，可看他年纪小，白青青也没有说什么，索性他也不言。望宁坐下就把鱼头给夹走了，笑着说道：“姑娘，这鱼头真好吃。”白青青打量着他，发现他头上多了一只翠鞘。与玄霜对视一眼后，玄霜摇头表示不知道。他瞧这东西也像是个贵重的，不像望宁能买得起。若是旁人所赠，那整个府上8成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又细细的看了看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上官慈不爱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啊。望宁，这些时日你是越发的懒散了。姑娘不是说天冷了，要我们好好休息的吗？一听这话，望宁一怔，他天真的看着白青青，如果不是眼里带着些许不屑，白青青都信以为真了。望宁，你是我买回来的，无论何时，我想你都能记得自己的本分。望宁脸色有些难堪，也不再说什么，只顾着吃饭。他心里不甘啊，明明他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成为人上人呢？尤其是这段时日，他出去与那人在外面吃吃喝喝，更是明白有钱人的好处，他更加渴望那种高高在上的生活了。这顿饭主仆4人吃得格外静谧，除了咀嚼食物的声音，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了。吃完饭，白青青让望宁留下收拾，自己带着玄霜和玄清去了厨房，打算给上官慈做点小食之类的，省得他晚上回来饿。等他将东西备好回到房里，发现桌子也没有擦，又让玄霜将桌子擦完才去休息的。他坐在桌旁，想着望宁的事情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怎地今日心情不好？何故叹气？上官慈回来，掸了掸身上的雪花。见上官慈回来，白青青露出笑颜，跑过去抱住上官慈。大人回来啦！上官慈拍了拍他的头，将他推开。先坐。本王身上湿气重，别将湿气过给你。他将斗篷放起来，然后走到他身边坐下。方才是何缘故叹气？白青青想了想，还是把望宁的反常之举告诉了上官慈。说完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你说会不会是我想多了？”他怕上官慈会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望宁给咔嚓了什么的。上官慈沉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别想了，我会派人盯着他的。”他看着桌上放了几样小菜，笑了：“下次就不必这么费心了。”这有什么可费心的？他起身将煮盖子拿掉，露出一碗白粥：“赶紧吃吧，不然都要凉了。”好。上官慈拿起筷子夹了几口小菜。你是做菜的手艺，哪怕是宫里的厨子，都未必比得上。他也是爱屋及乌，白青青会的确实都是宫里厨子们不会的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好吃些。白青青望了望外面，借着烛光看到外面一片银白之色，蹙起了眉头。这雪下的虽然不大，可也有些日子了。我今儿个买了一批布，打算给边关的将士们做些衣裳，用的都是我的钱。他怕上官慈会觉得他偏向姚家，赶紧跟他说是自己的钱。听完他这话，上官慈笑了，放下筷子。你的钱与本座的钱有什么区别吗？本座在府里上下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，你随意支配，包括本座也是你的。他一双凤眸微眯，犹如春水，嘴角轻轻翘了起来，又带着一丝邪魅，看得白青青小脸通红。你是我的没错，可这事儿不是一个意思。纵使我们是夫妻，可这些东西毕竟是给我娘家的，我该与你说清楚的。他记得自己表哥家的媳妇儿都快将他表哥家给掏空了，最后2个人就走到头离婚了。他又不是没本事赚钱，有些事儿还是分得清一些比较好。也无需如此，本座一概用度也不需要多少，府上的银子你想花拿去便是，给你了就是你，想给谁花便给谁花。他起身叫了外面的下人进来打水洗漱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白青青嘴角上扬，笑了出来。或许他也是嫁了一个好男人吧。大人近日似乎回的都比较晚，有那么忙吗？路上都是积雪，这天又冷。上官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他回头看着白青青。我一个男人会有什么危险？瞧白青青不乐意的模样，他觉得越来越可爱了。你是没什么大碍，我怕别人家姑娘天黑眼瞎，不小心撞你怀里去。他现在身子好了，白青青就开始担心，万一哪天他把持不住，犯点什么错。上官慈就差点笑得喘不上气，他竟没想到白青青这醋劲儿能这么大。就算他身子好了又如何？外人也是不清楚的，他还得靠着宦官这个身份去办事，去让那些人放心呢。再者了，野花哪有家花香呀？你想安心，不过是接连大雪，下面的地方死了些人，皇上愁，便拉我在宫里坐坐。他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。死人了？多吗？上官慈摇了摇头。下面地方官员还在统计，轩辕今年还是不好过了。实际上，近日有人接二连三的上折子参上官慈，寓意是说，宦官娶妻从开国到现在也是头一回。
想来是上天怪罪，所以才会连连降灾。天灾罢了，你莫要往心里去。白青青叹了口气，随缘吧，只希望这雪能早点停。等回到内室与上官慈歇息了，上官慈突然与他说道：这些日子你就少出去吧，天冷，别冻坏了。他担心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借着这雪来做文章，不想白青青听见那些个不好的谣言。好，红小人，流萤撩锁，生辉把，清风吹，万家灯火连清香月增高，星光如长江错去杯杯酒，相对色，让我见识是第二日，上官慈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打开门，那冷风嗖嗖的往屋里灌，他赶紧将门关上出去，一脚像是踩进坑里一样，听到咔呲一声，他挪了挪脚，估摸这雪有1尺深左右。张宁，在黑暗里，张宁的声音有些发抖。爷，昨夜开始就下大雪了，下了夜未停。上官慈蹙起了眉头。到上朝。看着这场大雪，不知那些个官员又会说出什么花样来。我力正在稀释亏命时，去把管家叫过来。好。姑娘，昨夜突然就下了大雪，下人们冻得不行，有所怠慢的地方呀，姑娘还多担待些。这倒无妨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管家，前些日子我要您做的那批衣裳可做好了？白青青心里一沉，有些担心自己的爹娘。做好了，姑娘聪慧，正好能派上用场。张管家笑了，他们的新夫人还真是个福星啊，还好提前做了棉衣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府里的炭火可够？若不够，管家再差人去收，收多了也不要紧，只怕不够用。再者，昨儿个我买了些布，张叔您帮我找一些小娘子，要通宵赶制一批棉衣，人都不怕，我付钱，越快越好，我要大量的。姑娘是要给边关送去吗？是，边关将士守卫疆土，我爹娘也在，怎可要他们挨冻受饿？张管家笑了笑。不急，老奴让人备的棉衣多了一些，可以先送过去。多了？白青青一怔。张叔，那边需要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至少要上千件呢。姚晃这一次带了2000精兵，以及那边常年驻守边关的将士，并不是个小量。老奴不小心将制衣的数量多写了几笔，约莫这庄子那边还有近1000多件，还望姑娘别怪罪啊。这，他高兴，却也是一惊，这得手抖成什么模样，能做出这么多来？张叔，多谢了，劳烦张叔派人将衣裳先送过去，发放给需要的将士们。放心吧，姑娘，衣裳做出来的时候便已经让人赶路了，约莫再有2天就到了。白青青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心里甚是感动，却又觉得张叔的心思之缜密，让人害怕。老奴昔日也是上过战场，杀过敌，打过仗的。姑娘，有些事情呢，老奴要比姑娘心里明白的多。这些事也是跟督主请示过的，所以姑娘无需担忧。大人，他知道。督主对姑娘很是上心了。张管家没有再说别的。老奴告退。说完便走了，留下白青青在原地傻笑。原来他早就有心了。这一日似乎格外的漫长，白青青织了一会儿毛衣，又小睡了一会儿，发现外面还是亮着。从床上爬起来，他喊了人进来。什么时辰了？回姑娘，寅时了。白青青心里默算了一下，想着上官赐也该回来了，便收拾一番去厨房做饭。等他忙完，天都已经黑了。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他去外面瞧了好几眼，都没有见到人影儿。兴许是有事给耽搁了，咱先做完，爷他一会儿估计就回来了。玄霜过去拉他坐下，安慰着他。爷功夫那般好，肯定不会出意外的。白青青看了看玄霜，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，始终觉得会出什么意外。转眼间就到了后半夜，白青青实在是坐不住了。玄霜，备马车，我们去宫门口等着。好。玄霜应着刚出门，就见张宁出现在门口，他手里的剑一横，冷着脸说道：爷说了，你2人不许出府。听了张宁的话，白青青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，是不是大人出事了？张宁看着白青青，目光闪烁。没有。那为何不让我们出府？他为何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？张宁越是这样，白青青心里就越慌乱。你2人呀！你2人呀！你！白青青上前一把抓住张宁的衣领，冷着脸问他：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上官慈是不是出事了？
你若不说，我要你好看。你，朝里那些个语言不对付的大臣，借着大雪冻死了许多人为由，弹劾也……弹劾？弹劾什么？这是天灾，又不是人祸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张宁一把将白青青推出去，好在玄霜手快接住了白青青，怒斥着张宁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张宁扶着门框站稳。他们弹劾也取气，古往今来哪个宦官取气啊？也是第一个。况且第一年先是蝗灾，后是雪灾，白青青，你就是个灾星。白青青闻言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随后朝张宁吼道：“你老母才是灾星呢！”他算是明白为什么上官慈不让他出门了，原来是怕听见这些流言蜚语啊！这个傻子！白青青骂了一句，哭了出来。骂了几声，他又让玄霜备着马车，拿了一样东西便去到姚家。外祖母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还哭上来？来，快起来！外祖母，今儿个大人进宫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下属来报了，说是朝中的大臣弹劾大人，就因为大人娶了我，就将今年这2次天灾都压到外孙女头上，连累了大人，求外祖母带青青入宫替大人辩解一番。他清楚有些人不满上官慈，也就借着这个由头打压上官慈。去看看老大他们回来没？大爷他们没回呢，青青下人来报过了。外祖母，青青知道这个样子，就把姚家推了进去。可外祖母求您了，您送我进去便成可好？青儿，这消息你是如何知晓的？大人的贴身护卫说的。他如何告诉你的？我逼他说的。那护卫可还与你说了什么？他说大人不让我出门。这不就是了，他是个男人，什么事是他不能扛的，这事儿就算是你去了也帮不了他什么，只会给他添乱。再者，现在是什么情况了？可现在……白青青也是糊涂了，何氏这一番话让他冷静了下来，他想了想说道：“现在不知道宫里是什么情况，张妮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慌了。”是了，他没想明白啊。青儿，现在宫里情况不明，你若贸然进宫，恐怕也只是添乱，帮不到上官慈。季兰，你去差人到宫里打听打听，到底是什么情况了。何时挥手让白青青起来，再去幼儿园里给青儿找几件姑娘时的衣裳换上，别受了凉。是，老夫人。小小姐别担心，奴婢这就去差人打听。看到白青青点头，他才离开。等季姑姑拿了她之前的衣裳过来给她更换时，吓得突然把衣裳掉在地上，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指着白青青的手臂。小小姐，你这是……她清楚那些个太监折磨人的手段，小小姐如今花儿一样的年纪，就要受着非人的折磨。白青青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，也明白季姑姑为何会这般惊讶地看着自己。她将掉在地上的衣裳捡起来，让玄霜帮着穿上，对季姑姑说道：“姑姑，并非你想的那般。”季兰，发生何事？季兰赶紧过去，附在何氏耳边说了几句话。这个畜生，要他去死！他大好的外孙女儿就被这样一个阉人给毁了。白青青过去跪到他脚边：“外祖母，并非是外祖母想的那般。”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也只能实话实说。大人他身子与常人无异。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想来说的已经够清楚了吧？无异个屁！何氏骂了一句之后，突然就清醒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人他与常人无异，还请外祖母保守秘密。你也知道，大人如今这个位置，可谓是别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若是那些人再晓得他身子无碍，定然不会放过他的。何氏看着跪在自己下方的白青青，过了许久才抬起手来。起来吧。待白青青起来后，何氏略显疲倦。你与我说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白青青见何氏有些生气，也不敢保留，就将他与上官慈之间的事情说了。等他说完，宫里打探的人也回来了。那人称几个朝臣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便不打算放过上官慈，联合青天剑一起设了套，称让上官慈接受这场雪的洗礼，便可去除灾祸。而这方法就是让上官慈穿着单衣站在雪中12个时辰即可。什么12个时辰？12个时辰，那人都得冻死了！这是什么鬼法子？哪个缺德的东西想出来的？他家祖坟冒青烟了吗？行了，别哭了。秀兰，去立我的牌子，我们进宫。一路上，大娘子抓着白青青问个究竟。她将带出的荷包给二人看了看，里面是一张字条，上面写了一行娟秀的字：天作之合。那日我听丫鬟们说，青岩寺里的慧空师傅最为灵验，我便去了。
想着也寻个好签，没想到竟然真的见着了。他给了我这个。白青青那日想的是怎么样回去，那慧空大师却告诉他说：“施主，缘来缘去，何必自扰？”他当时不明白，也便去求了个姻缘。谁知那慧空大师直接写了这张纸给他。这也是你的缘分了。大娘子的话打断了白青青的思绪。慧空大师可是百年难遇的，他的话就连皇上都信。有了他这张纸条，上官祠也算是有了个免死金牌，只是看他能不能撑到咱们到了。大娘子将白青青搂在怀里，柔声说道：“我家乖女如今也是大人了，许多事都是没法子的。既然你选了这个男人，那就得有跟他同甘共苦的准备。女人这一生，忧事从父，嫁事从夫，夫死从子。怀女，你选了这样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你可清楚他是个什么身份？皇上年纪大了，难免身体会出些问题，到时上官祠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置身事外的。新帝登基，也不会允许有上官祠这样不受控制的人存在。”白青青想着回了大娘子的话：“大舅娘，青青晓得，大人他虽然在世人口中十恶不赦，杀人不眨眼，可他待青青是真的好。你们也晓得我在白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若非大人，恐怕青青早已不在了。大舅娘，青青心悦大人。”你，大娘子与何氏对视一眼，纷纷叹了口气。她清楚地看到台子上的人只穿着单薄的中衣，被绑在柱子上。大人，泪水从她眼眶夺眶而出，想冲上去之时，被李斯死死地拉住。白姑娘，你得先去见过皇上，才能去看上官大人。白青青回头看他，几个喘息之间将泪水给擦干净了。他忍着不去看上官祠，劳烦公公通禀。他的斗篷下一双手指甲深深地嵌入肉里，泛起了一丝丝血迹。皇上，荣爷家的小媳妇来了。皇上转眼看向白青青，一双老眼里露出一丝金光来，他挥了挥手：“哦，让他去吧。”声音里带着些许沙哑，还叹了口气：“皇上准了。慢点儿。”李斯的话还没说完，白青青就朝着中央的人奔过去。他从未觉得路像今日这般漫长，只觉得近在咫尺的人却怎么也够不到。让白二小姐深夜入宫，难道是为了上官大人？一旁的安国公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也是，虽然是被强娶的，可若是上官祠死了，他以后这日子呀也不好过。虽然是个太监，可也比当个寡妇好呀。你放屁！”姚家大爷骂了一声，若不是有皇上在，他能过去给这老小子撕喽。皇上没说什么，只听着朝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辩论着。他看着台上的人，脑海里浮现出一副绝美的容颜，与上官祠有着几分相似。可为了国运，他也只能如此。白青青累得呼哧呼哧的，爬台子的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摔了多少个跟头。等他爬上来时，见上官祠眉头紧蹙，脸色有些发紫，他哭着喊了一声：“大人！”许是听见白青青的声音，上官祠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见到他时眼里带着欣喜，却又逞强地与他说道：“你来，多山，跑回去，跑回去。”他并不想让白青青与他受着这份耻辱，在他眼中，小姑娘就该是被他护在身后的。他并不想让白青青见着他狼狈的模样。白青青二话没说，将自己的斗篷解了下来，一甩手就给上官祠披上。温热的气息将上官祠整个人包裹起来，逐渐让他恢复了意识。他看见面前的人，额间发丝都已经湿透了，贴在脸上，冲他笑着：“大人。”他瞧见自己身上的斗篷晃动了几下：“快，给自己穿上。”我不冷。他伸出小手给上官祠搓着手，好让他暖和些。我都听说了。上官祠身体一僵，目光微微闪烁起来。这本就是天灾，与你我二人无关的。他骨子里与白青青的思维不同，接二连三的祸事也开始让他疑心起来，是否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？我与大人乃是天作之合。他方才好像听到了什么，莫非是他动得太久，神志不清了？前些日子我曾路过青岩寺，里面的慧空大师给了我一支签，是一支刻着牡丹的竹签，他与我说我与大人乃是天作之合。他上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抱住上官祠的腰身，靠在他胸膛与他说道：“既是天作之合，那这次雪灾与大人娶我，便无干系。”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。上官祠重复着这句话，目光有些呆滞。是，大人你要相信，你娶了我，绝对是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了。他抬起头笑了，说了一句：“大人等我。”然后便转身向着皇上走去。我列身在东，微风人生杀。臣妇白青青见过皇上。他这一头磕下去，看得姚家几个男人都心疼死了。皇上看了看他：“起来吧，这么晚了，
你来这做什么呀？听李四说，你还将你外祖母给请来了。他不懂这小丫头想做什么，可心里也是有些高兴的。是，臣父没有告密，无法深夜进宫，请出外祖母也是无奈之举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哦，你来这里所为何事呀？臣父为自己夫君而来。听了他这话，有不少朝臣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哟，姚家的女儿果然比其他女儿家性格爽朗的啊。姚家三位爷却没有出声与他争吵，他们看着跪在地上的白青青，有些心疼，又有些不解。他们不理解何氏为何会与白青青同来，难道何氏不明白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姚家与上官祠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吗？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回皇上，臣父在府上迟迟未等到夫君归家，便心中十分担忧，只好进宫来寻。可不知我夫君所犯何罪，为何要这般待他？这样冷的天，却要他穿得这么单薄，站在大雪之中。他不能说自己打探到了消息，那样只会将上官祠推向深渊。皇上看了看白青青，心里笑了，这也是个聪明的。白姑娘若是不知，微臣来告诉你，我朝素来没有宦官举妻的道理。上官大人破了戒，迎来了天罚，接二连三的祸事便是惩罚。只要让上官大人在雪中待上几个时辰，让这场大雪清洗去他身上的污浊，便可国泰民安。今天见的监正大人笑着回答白青青，不知这位大人如何得知此祸是为我夫君之过？白青青侧脸看了对方一眼，心里默默记住这张讨厌的脸。白小姐这一口一个夫君叫的可真贴切呀。坊间传闻啊，白小姐是被强迫下嫁，可如今看来，这白小姐算是妥协了。不知是哪位官员站在人群后说了这样一番话。谣言止于智者，鞋子是否合脚，只有穿过才知道。皇上听了这话，觉得糙了点，却也中听。监正大人说，这场灾难源于我夫君，您可有证据？那又如何就断定这非天灾，乃是上苍动怒？白青青抿嘴一笑，天意吗？我与上官大人结为夫妇已半年有余，为何这天意来得这般晚？哼！青天见监正不想与他争论，索性就说了一句：妇人之见。我本就是妇人，我的见识可不就是妇人之见。他说完这话，一个小太监小跑着到了面前，跪在地上说道：皇上，姚家老夫人与姚大将军的夫人到了。去请。皇上的手一挥，也想着姚家人能想出个法子来，可想来想去，姚家最擅长的不就是死不承认吗？不知是何原因，那外动着的可是我的外孙女婿上官祠。何氏虽然心里极其不情愿，可事已成真，他总不好要自己的宝贝孙女守寡呀。他这句宝贝孙女婿可恶心了在场不少官员，若非看着何氏这一身一品诰命夫人的官服，他们恨不得上去踩两脚。看来老夫人对上官祠倒是满意啊。皇上笑了起来，满意？满意个屁！要不是不能退货，当他何氏不想让自己外孙女把上官祠给踹了？孩子之间的事儿，他们二人开心便好了。至于其他的，老身不想。另外，老身这有一样东西，还望皇上过目再做决断。他看了一眼大娘子，大娘子将袖里的锦囊拖出，双手奉上。皇上看了一眼锦囊，接过去将里面的宣纸取出来，闻到了一股檀香味儿。他瞧见锦囊边缘处绣着一朵紫莲，有些诧异。这是青岩寺慧空师傅的锦囊。我家亲儿不才，那日得空去了青岩寺，偶然见了慧空大师，求得一签，皇上不妨看看，这签的寓意应当算是好的。慧空大师。一旁的安国公愣住了，其他朝臣们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哼，慧空大师会见这么一个小娃娃呀？老夫可是去了青岩寺无数次了，都没见到慧空大师的影子。言外之意不就是说白青青在说谎吗？皇上看到宣纸上的字迹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他起身说道：去，快给上官祠松绑。大臣们都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，白江冲青天剑的监正大人使了个眼色，只瞧见他立即上前跪在地上。皇上，这大雪洗礼还未完成，不可呀！上官祠是天罚，若不罚他，上苍便会罚整个轩辕呐！皇上三思呀！哼！皇上冷哼了一声。李四，去放人。他紧握着手里的锦囊与宣纸，看着那只刻着牡丹花的竹签，思绪有些飘离。牡丹花中之王，慧空大师是在暗示什么吗？白青青听到皇上说放人的一刹那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望着上官祠与其对视一笑，泪花里印着的都是他的能量。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狼狈的上官祠，可就因这一件，让他觉得上官祠也是个需要疼的人。大人，看着上官祠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他的情绪终究是绷不住了。当上官祠赤脚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差点晕过去。原来那些人不仅让上官祠穿的单薄，连鞋子都没给他穿，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将上官祠搞垮。而搞垮一个人最好的法子，就是让他的身体成为一个废物。
上官慈撑着身体走到白青青面前，第一件事就是将斗篷重新披到她身上，声音沙哑的与她说道：别冻着了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白青青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左顾右盼的，像是在找着什么，可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她为上官慈做的那双鹿皮绒的靴子。姚家三爷退下自己的披风过来，扔到上官慈脚下，把上官慈推了上去，自己则过去扛着她。三舅舅，白青青投去感激的目光，走到上官慈身边，刚要解开自己的斗篷，就见一袭黑色镶着银边的披风披在上官慈的身上。姚家大爷过来说道：岳氏堂堂7尺男儿，宁死在战场上，也不能死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。岳氏堂堂7尺男儿，宁死在战场上，也不能死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。白青青一双眼睛已经哭得肿了起来。对于姚家的宠溺，她是打心底里感激的。她也清楚，今日自己这般作为会给姚家带来多大的灾难。从此2皇子党、3皇子党便都会与姚家为敌，姚家的路便更是不好走了。皇上！青天剑的监正大人向皇上爬了过去。今日血之洗礼，不能就如此作罢了呀！有关国运呐，皇上啊！任凭他怎么喊，皇上都没打算瞧他一眼，只是吩咐李斯将宣纸上娟秀的字体给读出来。慧空大师之言，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，这简单的4个字打破了在场许多人的幻想。他们呆愣愣地看着上官慈与白青青，最后将视线停在白江的身上。他们都觉得是白江给他们摆了一道。白江此时心里也是恨透了白青青的。心儿，你向来是足不出户的，更不爱去寺庙，怎的就这般巧合，有幸见他慧空大师，还求得如此佳果？这话一出，大臣们又纷纷怀疑姚家给的慧空大师之言。白大人这是何意？难不成老身还会哄骗圣上不成？何氏冷哼了一声：哼，我家外孙女能见到慧空大师，那是她的缘分；能求得上上签，那也是她的缘分。不知白大人此意究竟为何意？究竟为何意？到底是亲家，白江也不好将2家的面子闹得太僵，索性笑了笑。老夫只是说了自己心中所想，老嫂子何必这般介意呢？事关尊严，怎能不在意？白青青冷笑起来，看着白江说道：这些年祖父从来未曾管过青青，哪怕是青青喜欢去寺庙祈福这种事，祖父都不曾知晓。若是祖父不信这是慧空大师所言，大可请来慧空大师当面对质。白江见自己孙女儿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心里有些发慌。若是白青青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么他们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，不仅如此，还得罪了上官慈，得不偿失。安国公冷笑起来：你怕是知道慧空大师有多么难见，竟然还说出这种话来，不是存心让我们难堪吗？见着了上官慈没事，白青青紧绷的最后一根弦砰的一下断裂开来，她身影晃动，目光也开始涣散起来，最终整个人眼前一黑就倒下去了。青青，上官慈想去接，奈何他身子虚弱，被姚家大爷给拉了回去。姚家大爷接住白青青说道：皇上，我们家孩子体弱，今儿也是跟他们折腾了一晚上了，皇上该歇息了。闹腾了一晚上了，都散了吧。真当他这个皇上是铁打的，不用休息睡觉了。皇上，听皇上的意思，不再追究。策划今日之事的朝臣们不愿意了，他们熬了一个晚上，就这个结果。待上官慈恢复过来，不知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他们，想想就后怕。皇上只是看了一眼他们便离开了。红朝为官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何氏乃是轩辕4大世家之首的江南何家的嫡女，何家经商富甲天下，就连皇上都对其颇为看重。何氏的话一出，其余的人也不敢多言，纷纷行礼退下。毕竟他们的下面多少与何家都有生意上的往来。上官慈，许久没有被人直呼其名，上官慈一时间有些不适应。老夫人，我家乖女那手工纱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吗？还问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上官大人也改个口，我也好包个大红包。姚氏可是头一次见着这位冷面阎王红脸。上官慈今儿个算是栽了，他侧脸看了一眼白青青，露出一抹笑意，朝着大娘子拱手：大舅娘的红包可要包得大一些。那是。他心里开始慌了，那这个红包得包多大呢？马车颠簸了一路，顺路将上官慈与白青青送回了上官府。一进府，上官慈的脸色就变了，一双凤眸露出寒光。一旁的张宁见了，浑身一激灵。张宁，你要寄阳替我去一趟青岩寺，找慧空大师问一问，那日他与青青说的到底是什么？是。青青为何会知道本座受罚？玄霜搓了搓鼻子。姑娘把张宁揍了一顿。上官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白青青，对玄霜挥了挥手：下去吧。
这小丫头把张宁给揍了，也不知道该夸白青青能干，还是说张宁没用。她摇了摇头，觉得视线有些恍惚，赶紧过去将白青青抱起来洗了洗，给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，自己也擦了擦，躺在她旁边抱着她睡过去了。这一夜注定有许多人都会失眠的。第二日，白青青是被热醒的，她觉得自己好像睡在火炉旁边，一脚踢过去，听到一声闷哼。她醒来，发现上官慈缩成一团，眉头紧蹙地躺在自己旁边。大人，她爬起来拍了拍上官慈的脸，愣住了。上官慈发烧了。来人！她扯开嗓子一喊，发现自己嗓子也哑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出什么事了？玄霜，请大夫，赶紧请大夫，大人他发烧了。姑娘别急，我这就去。玄霜说着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洛神医被玄霜揪着过来，见了白青青，洛神医说道：哎，瞧瞧，还不是比之前好看多了吗？劳烦大夫与我夫君瞧一瞧。洛神医满意的接受了。白青青握住玄霜的手，就连呼吸都不敢有大动作，就怕惊扰了眼前人。直到洛神医开口说话：人没事儿，死不了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身子也跟着软了下来。看着洛神医给上官慈喂了一些药丸，又开了一张药方。待会儿啊，我让人送些药来。这个呢，你们就去外面抓。这些日子就要他在府里歇息吧，毕竟也冻了那么久了，也该病病了。说完，他起来，摇摇晃晃的往外走。待会儿别忘了给老夫送过去几坛好酒啊。好。姑娘，我去抓药。白青青坐到上官慈身边，了一声，给他盖得严严实实的。大人，你若是成了傻子，我就改嫁。他越想越难过，便哭了出来。上官慈只觉得头痛欲裂，迷糊间还听到这样一句话，简直要被他给气死了，便强撑着睁开眼睛，喘着气看着白青青。就算本座烧成了傻子，也不会要你改嫁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大人，他趴在上官慈胸前哭了起来。你怎么那么傻，就那么听他们的话，让他们绑你吗？再不济你跑还不行吗？傻丫头，我若是跑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？他上官慈从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可自从成亲以来，他承担的是一个家。他并非不能挣脱，可事关白青青与他的声誉，他宁愿熬过去息事宁人。乖，这几日约莫都会没什么精神，若是府上来人拜会，都会拒绝。若是有谁下帖子，就推掉。你若不晓得怎么办，便要张叔给推了。好。我睡一会儿，你去忙吧。上官慈强忍着困意与他说完这些，便闭上了眼睛。姑娘，玄清进来给他请安，手里还端着一碟糕点。管家说姑娘昨儿都没吃上什么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你放在那儿吧。他现在也没什么胃口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他朝玄清招手：玄清，过来。姑娘，你去替我做件事。白青青在他耳边低语了一会儿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姑娘，我这就去。看着玄清出去，他长出一口气，起身给上官慈擦擦汗，又去拿了一杯温水，用指腹沾了沾，在他唇上抹了抹。瞧着上官慈虚弱的模样，他在心底又将那些官员臭骂了一通。李公公，让您久等了。姑娘哪里的话，也不久。不知道上官大人身子如何了？白青青故作为难的样子。并不好，昨夜以来一直高烧不退，也不知能不能撑得过去。他暗地里还掐了自己一把，好让自己挤出2滴眼泪来。李斯一听就怔住了。若是缺了什么，姑娘差人来禀报，宫里有的自然会给姑娘拿过来。上官大人可是我轩辕重臣，可不能就这么病倒了呀。多谢公公美意，只怕大人这一病是要有些日子不能上朝了。瞧着白青青叹气，李斯陪笑着说道：老奴出来的时间不短了，该回宫了。说着将这一次的礼单递给了白青青。姑娘，谢恩吧。白青青咬了咬牙，跪下：臣服替大人谢皇上恩典。呸！李斯将礼单递给他，笑着走了。待李斯走后，白青青让张管家立即关了府门，称不管是谁，只要是想见上官慈的，来了一概称病不见。他怕的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借此机会来打探些什么风吹草动。张叔，通知府里上下，让他们的嘴都给我管严实了。府中的事一概不许外传，若是哪个觉得自己舌头浪费了，要出去乱嚼舌根，就给他拔了。是。到了第2日，上官慈已经不发烧了。他微微动了一下手指，便发现有什么压在自己的衣袖上，转头一看，便看到白青青趴在自己手上睡着了。上官慈动了动身体，觉得全身都在痛。他这么一动，白青青就醒了。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，你先休息吧。看他这般困倦，上官慈于心不忍。本座身体好，这点小风寒不要紧，倒是你，本就体弱，昨夜还受了凉，快些歇息吧。到底是他底子好，
休息了一晚上，话都能说得利索了。白青青也不矫情。那我去大上歇一会儿，大人若是有什么事便来喊我。好，去吧。这一睡就直接睡到了下午。到了晚上，又给上官慈熬了药和一些小菜。上官慈怕苦啊，死活都不吃。白青青那是好说歹说，哄着他吃了一口便吐出来了。他嫌弃地看着药碗说道：老爷子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差了，开的这都是些什么苦药汤子？哼！白青青是头一次知道上官慈怕苦能怕到这种程度，还冲他撒娇卖萌，就是不想吃药。最终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喝一口含在嘴里给他灌下。当他喝进嘴里时，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一股药味充斥整个口腔，他都快吐了。赶紧扒拉过上官慈的脸给他喂下，直到给他全部喂完。此时白青青的脸也已经苦得扭到一起了。哇，这老头都开的是什么药啊，苦成这个样子。我之前生病的时候吃的那些胶囊和药丸都觉得难过，没想到还有比那更难吃的东西。